1973年，一个 Princeton 的经济学教授写了一句话，激怒了整条华尔街。他说：一头被蒙住眼睛的猴子对着报纸的股票板丢飞镖，随手挑出来的一篮子投资组合，可以跟那些西装笔挺的专家精挑细选的一样好。这个教授叫 Malkiel， 这本书叫《漫步华尔街》。50年来，他卖了超过200万本，再版超过13次。到2023年刚好满50周年，而那头丢飞镖的猴子后来真的被《华尔街日报》请出来，跟一群真正的基金经理人正面对决。结果如何？我们等一下会讲到。而那个结果让很多自称专业的人都笑不出来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用10分钟把这本书《漫步华尔街》整本拆给你看。这本书1973年第一次出版，到今天超过50年还在不断再版。为什么一本讲投资的书可以红50年？因为它讲的不是哪一只股票会涨，那种书过2年就没人看了。它讲的是一件更狠也更难接受的事，你还有那些收你高额管理费的专家，其实都猜不准市场。Malkiel 用3个关键字把整本书串起来：随机漫步、效率市场，还有指数投资。听完这3个词，你看待投资的方式可能会彻底改变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重新想一件事：花这么多时间主动选股，到底有没有意义？ Malkiel 在书里说，几百年来市场上帮东西定价的人其实只分成2派。第一派叫磐石理论，他们相信每一张股票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内在价值，像一块磐石稳稳地踩在地上，只要你算得够仔细，算清楚这家公司未来能赚多少钱，你就能算出它到底值多少，然后买在价值之下，等它涨回去。这一派最有名的代表就是 Warren Buffett 的老师 Benjamin Graham， 后来大家叫他基本面分析。第二派叫做空中楼改理论，这个说法来自经济学家 Keynes。他说，你买一张股票，重点根本不是它值多少，而是你猜别人愿意用多少钱再跟你买走。你不是在投资，你是在猜大家的心理。Keynes 把这个比喻成一场报纸选美比赛，你要选的不是你自己觉得最漂亮的，而是你猜大家会觉得最漂亮的那一个。一个看的是价值，一个看的是人性，一个冷静衡量，一个追逐情绪。整部金融史几百年来就在这2派之间来回不停的摇摆。而 Malkiel 的观察很残酷，在短期真正推动市场，把价钱一路抬上天，又一系打回原形，制造一场又一场疯狂的，往往不是价值，而是后面那个人性。当所有人都跑去盖空中楼阁的时候，泡沫就来了。为了证明人性有多疯， Malkiel 带你看了几场历史上的大泡沫。第一场1637年，荷兰的郁金香狂热。当时最稀有的一种郁金香球根，世界上只剩不到10几颗，一颗就可以换一整栋阿姆斯特丹运河旁的豪宅。人们抢着买，不是因为喜欢花，而是死死相信明天一定有人会用更高的价钱跟他买走。然后在那年2月，整个市场一夕之间瓦解。第二场1720年，英国的南海泡沫。一家几乎没有真实营运的公司，股市在半年内从100多块一路被炒到快1000块英镑。连大科学家 Newton 都忍不住跳了进去。他本来早早获利出场，却看着行情继续飙，受不了又用更高的价钱买回来，最后赔掉大约2万块，换算成今天的钱是好几千万。他留下一句名言：我能算出天体运行的轨道，却算不出人们的疯狂。再快转到1970年代的美国，当时最受追捧的50只成长股被叫做漂亮50，大家以为买了抱着就稳赚，本益比一度冲到42倍，是大盘的2倍多。然后在1973、74年的大空头里崩窜暴跌。还有1999年的网路股，只要名字后面挂一个.com，行情就飞上天。每一次细节都不一样，但情节一字不差。群众的疯狂总是会押韵，而且每一次他们都坚信这次不一样。所以有没有人能看穿泡沫，靠技巧稳稳赢过市场？Malkiel 的答案很冷酷，没有。他说，股市的走动接近一种随机漫步，意思是明天会涨还是会跌，跟过去的走势几乎没有关系。就像一个醉汉走路，你猜不到他下一步往哪边倒。这就打脸了华尔街2大门派。第一派技术分析，就是那些盯着线图找形态，讲什么头肩顶黄金交叉的人。Malkiel 说，
这些线图能预测未来的程度，跟丢铜板猜正反面差不多。第二派基本面分析，看财报算本益比，听起来比较科学。但 Markio 说，等你辛苦算出来的时候，市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也都算出来了，那个资讯早就反映在价钱上了。这就是效率市场，任何公开的消息几乎是瞬间就被反映进去。最有名的证据就是《华尔街日报》真的办了一场飞镖实验。从1988年开始，他们让专业的基金经理人选股，去对决工作人员蒙着眼睛乱丢的飞镖。前100场比下来，专家确实赢了，但比数只有61比39，只是险胜一群飞镖。而且专家的选股一见报，读者跟着去买，反而把那几只股票推高了。如果拿去跟道琼指数比，专家更是只有51比49，几乎就是平手。换句话说，连一头丢飞镖的猴子都追得上专家。你可能会说，再怎么样，专家总有2把刷子吧。Markio 直接把成绩单拿出来，他发现只要把时间拉长，大多数收你高额管理费的主动型基金表现其实是输给大盘的。后来一份长期的研究更狠，那就是每年都在追踪的 SPIVA 报告。根据他2024年底的最新统计，过去15年，大约85%到90%的美国大型股主动型基金跑输了 S&P 500指数。就算只看过去10年，也有超过80%输给大盘。换句话说，每10个高薪请来的经理人，大概有9个，长期下来赢不了一个傻傻买指数的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关键就2个字：费用。专家每年收你大概1%到2%的管理费，单看1年好像没多少，但你把时间拉到20-30年，再加上频繁买卖的隐形成本，这些钱年复一年靠复利滚下去，就像一群蛀虫，从你未来的财富里把你的红利一点一点啃过。一个简单的算法，每年多被收2%，30年下来，你最后能拿到的退休金可能整整少掉3-4成。Markio 说得很白，你付了高昂的费用，买回来的常常是一份低于平均的成绩。这不是专家不努力，而是这场游戏的数学从一开始就对他们不利。那一般人到底该怎么办？ Markio 给的答案简单到让整个基金业都不开心。你不要再妄想打败市场了，你干脆买下整个市场。具体的做法就是买进一支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，或者今天我们更熟悉的 ETF， 然后几乎什么都别做。他不挑股票，他就老老实实复制整个指数，不需要请昂贵的明星经理人，所以费用低到几乎可以忽略。而且他一次帮你分散持有上千家公司，单一家出事伤不了你。其实早在1973年 Markio 在书里就已经呼吁应该要有这样一支基金。3年后1976年 Bogle 创立的 Vanguard 真的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支给一般投资人的指数基金。当时他被同行嘲笑说这是傻瓜的玩具，叫他 Bogle 的蠢事。但50年后的今天，他变成了全球几亿人存退休金的标准答案。Markio 还补了2个小观念。第一，定期定额，不管涨跌，固定时间投一笔钱进去，自动拉低你的平均成本。第二，分散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而买指数本身就是最彻底的分散。一句话，别再找那根针了，直接买下整个草堆。从1973年到今天，50年过去了，Markio 那头丢飞镖的猴子，今天听起来还是有点刺耳，因为它戳破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幻觉，我比市场聪明。2026年的此刻，市场依然热闹， AI 科技龙头一夜致富的故事每天都在轰炸你，每一个都对你喊快出手，这次不一样。看完这本书，你不一定要完全放弃选股，但你至少会在出手之前多问自己一句，我多付的这些费用，花的这些时间，真的换得到更好的结果吗？有时候，在一个你根本无法预测的市场里，最聪明的选择不是更努力的去选，而是承认自己猜不准，然后安安静静的买下整个市场。Markio 自己说的最好，想找到下一个 Warren Buffett， 就像在一堆稻草里找一根针，与其这样，不如直接买下整堆稻草，也就是一支低成本的指数基金。这支影片是猜诗系列第4支，下一集我们会继续猜另一本经典的投资好书。如果这支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追踪财经无界，我们下次见。